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BS 趙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沈富雄委員、吳崢發言人、葉元之委員、尹乃菁副主委、游淑慧議員。伊朗發動第44波攻擊，大量的飛彈狂轟。川普前2天不是他沒有飛彈了嗎？只剩下20%，後來說只10%啊。那他鎖定美國基地，還有第5艦隊哦。我們這邊比較常聽到第7艦隊，裡面第5艦隊。那伊朗駐聯合國大使說，是美國跟以色列挑起戰火的啊，所以我們要反擊啊。那另外呢，川普談到伊朗的新領袖哈米尼的兒子呢，說他還是生還的，但是身受損傷哦，受傷了啊。那另外呢，伊朗的新的領袖第一次發聲，之前都沒有聽他發聲。他說復仇沒有停止，荷姆茲海峽不開放哦。為什麼呢？因為呢，他的太太、孩子什麼亂七八糟一家都死了，所以很生氣，復仇沒有停止啊。而且呢，選了他做繼承人，你川普等於是任務失敗嘛，因為你本來49人都殺了，認為人民要起來抗暴，就沒有啊。那另外呢，伊朗說川普嚴重誤判，哦，要讓他感到後悔，哦，伊朗不會有任何的退縮，哦，所以看起來伊朗還是很堅持了哈。那現在就是看，論軍事、論武力，伊朗是差美國差太遠了，但就看大家誰能夠忍到最後，比氣長，現在就這樣子啊。那所以呢，他誓言要復仇，這個繼續要封鎖荷姆茲海峽啊。那美軍呢？一個 KC-135加油機掉下來了，他說是我們自己掉的，跟敵火無關。但是親伊朗的武裝組織說是我們把它打下來的哦。那另外呢，這個無人機又跑出來了，把法國的一個士兵在伊拉克庫德區打死了。所以馬克宏也證實了啊，法國人都受到池魚之殃哈。那川普昨天深夜發文說，我們正在摧毀伊朗。說今天等着看這些瘋狂人渣的下場，都被我打死一個一個打死掉啊！然後呢，這個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說呢，這個小的哈米尼啊，哈米尼的次子呢是革命衛隊的傀儡，所以他也發出死亡威脅，說我把你殺掉啊！那另外呢，這個《紐約時報》說，川普把斬首當成萬靈丹，所以誤判了伊朗的反應哦。但是官員呢，臨時調整的計劃都不敢跟川普直接講，因為誰講誰倒霉，誰講誰就被 fire 掉了啊。那所以呢，這個伊朗現在主戰了，說川普騎虎難下啊，要退縮也不知道怎麼退，要撤也不知道怎麼撤哈。那 CNN 官員說，美國低估了伊朗對封鎖荷姆茲海峽的決心，所以川普的國安團隊呢大誤判啊。那另外呢，因為他這個接班人之前一直神隱嘛，哦，那他的領袖呢是官方媒體帶讀的。傳聞他昏迷了，而且截肢了。哦，反正現在消息很混亂，我們看一下。伊朗新任最高領導人穆吉塔巴首次對外發聲，但他沒有親自露面，也不是本人錄音，而是由國營電視台主播念他的書面聲明。穆吉塔巴的父親哈米尼在美國發動攻擊初期喪生後，伊朗領導階層周邊的保全就非常嚴密。之前有報道說，穆吉塔巴在戰爭中受傷，而在他被任命為伊朗最高領袖後，外界一直還沒有看到他本人。今天穆吉塔巴發表強硬聲明，表示伊朗將繼續以荷姆茲海峽為目標，關閉荷姆茲海峽是對德黑蘭敵人施壓的關鍵工具。The situation with Iran is moving along very rapidly. It's doing very well. Our military is unsurpassed.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Nobody's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They really are a nation of terror and hate. And they're paying a big price right now. The incident occurred in friendly airspace during Operation Epic Fury, and rescue efforts are ongoing. 2 aircraft were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One of the aircraft went down in western Iraq. The second landed safely. 美軍一架 KC-135空中加油機墜毀在伊拉克西部，展開救援行動，但軍方強調不是被敵方或是友軍擊落，可能純屬意外。CENTCOM says that there was no hostile or friendly fire involved in this incident.
而大家都在等這一刻，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首度發聲了，但連聲音都是借用官媒主播的。قطعاً همچنان از اهرم مسدود کردن تنگه هرمز باید استفاده شود و در مورد گشودن دیگر جبهه‌های آسیب‌پذیر دشمن說要繼續封鎖荷姆茲海峽，外傳穆吉塔巴在空襲中受了重傷，斷了一條腿，還在昏迷中。老沈，我跟你講哈，打到今天啊，稀爛一片，廢墟一場。但是呢，兩邊還是很要面子，還是很要面子，都不承認失敗的是我啊，贏的才是我。但主持人，你曉得，我的立場是一向我很看不起那個智庫，尤其是有軍工業做金主的智庫的所謂兵推。美國動不動就推一下，兵推一下，我們有時候也參加，他們都只推1波到2波，3、4天結束了。哎，我們贏了，起碼也要慘勝，從來沒有失敗過。因為你失敗就不買軍火了，你一定要贏才會繼續買軍火。我就覺得這伊朗之戰啊，到底美國的智庫有沒有兵推過？真的不要推啊，也不用演啊，就是活生生的人間慘劇，就是殺殺再殺。啊，那所以你們那些兵推以後都不要再做了，沒用的，沒用的哦。但是我認為哦，他們是誤判了伊朗。我覺得我們民進黨政府應該要派一個特別觀察團，請這個吳崢做團長去伊朗觀察。為什麼？因為現在伊朗幹的，也就是侯梅尼交代的，就說到時候啊，我們都幾乎完蛋了，你們就要到山區去，要分散。沒有中央指揮的，你們各行其事，看着辦。一定要做到有韌性，要做到不對稱戰爭，這是我們的榜樣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民進黨政府就是要這樣的話，我們現在是我們學習的機會。所以呢，我覺得現在伊朗是10命怪貓啊，人家說9命怪貓，它是10命怪貓，9條命已經死了，但剩下的那一條不得了，剩下的那一條不會死啊。所以我用8個字來總結他們目前的狀態，他就是與辱皆亡，天下大亂。與辱皆亡的我個起來沒有？就會死了。公開拍片哈，沒戲就會死。對，我就是要講這樣，你這個台語非常道地。謝謝。差奶精還差那麼一點，奶精比你道地。這個應該是沒戲就會死。但是他會相信他會死嗎？不會的，他不會死，他是9命10命怪貓啊。但是呢，我要利用這剩下的1條命，把你搞得天下大亂。天下大亂有那麼容易搞嗎？嘿嘿，我跟你講，這個也是要怪老美太厲害了。老美是當年英國的日不落國的今日版。你看老美到處都有他的人，都有他的使館，都有他的基地。你要搞老美很簡單啊，我跟你講，就是停戰的。你覺得伊朗人或者是他的這個胡塞也門的胡塞啊，或者是黎巴嫩的這真主黨啊，要在全世界抓幾個美國人當人質，要給你轟炸一下。我跟你講，連伊朗的中央都指揮不了的，所以這個是一個沒完沒了，可以使天下大亂的。何況他只是來個荷姆茲這個海峽，荷姆茲海峽把你搞斷了，這個20% 的油的供應就大亂了。所以川普也沒辦法，叫他叫哈拉哈拉。本來俄國的石油不可以買，可以買可以買，印度你要買先買，你趕快買。所以這個轉彎的太厲害了。但是川普就是這個人，這到戲都不被領輸了。但是其實呢，我覺得這個伊朗目前是大敗，你同意不同意？伊朗是大敗，但是美國是一個慘勝，包裝下的慘敗。所以你不是你聽我講，個無偌久川普就會2條腿夾着一條尾巴，就會趕快跑。我覺得最好當下美國最好的下場是什麼？不動聲色，不用講話就休兵了，就我不打了啊！伊朗會不會再回打幾下？那看伊朗的智慧了但是你最好打退堂鼓，而且不作聲打退堂鼓，要不然我告訴你，川習會來了，要不然期中選舉來了。我跟你講，你能夠撐得下去嗎？你就虛張聲勢而已嘛。老實講，台灣要派吳崢這個領隊到伊朗去打這個觀察什麼任性不對稱戰爭。民進黨政府明天宣布，
如果以後老共打我們台灣就封鎖台灣海峽，像伊朗一樣封鎖荷姆茲海峽。我們現在都擔心大陸封鎖台灣海峽，對？為什麼大陸封鎖呢？台灣封鎖台灣海峽，台灣封鎖，你國際遊輪都不要過，要不要幫助台灣？就是不對稱戰爭，來，太慢，來不及了，已經是災難了。不要笑，這是有創意的。我們老是想着被打，什么他封锁，我们天然气怎麼辦？你封鎖，我封鎖，什麼你封鎖？觀察團就請他當顧問好了。我覺得臭皮匠，他臭皮匠，你當隨團醫師。我覺得可以往這個方向，而且要讓他們覺得我們會執行的。因為要死一起死嘛，對，就是要一起死啊，要演練一下，要搞我台灣，我全世界他媽一起下來死。因為其實在那個美國要不要打伊朗之前，大家都分析過，說美國可能會打伊朗嗎？可能不會啊，為什麼呢？因為打了伊朗有可能會封鎖荷姆茲海峽，這會影響到油的運行啊，會讓油價大漲啊、通膨啊，所以大家一直講說美國應該不會打，結果他真的打。那現在傳出來消息是說他們誤判原因是他們認為伊朗不會封啊，因為伊朗封對伊朗的傷害比對美國的傷害還要大。可是伊朗沒有在管啊，伊朗想說我對我傷害很大沒關係，但是我也要讓你感到經濟壓力。這個我才有可能贏啊！然後而且這一次美國跟上一次跟去年攻擊伊朗不一樣，去年他只是丟了一個炸彈，然後摧毀核設施，這次把人家宗教領袖都炸死這個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當然伊朗絕對會用最強烈的方式去做反擊嘛。那現在造成就全世界的通膨，美國自己也受害啊。美國現在原油上漲20%，歐洲的天然氣上漲40%幾啊。所以現在川普自己的壓力當然很大。然後第二個就是，我覺得川普他現在作為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他的很多決策非常粗糙。他現在美國的外媒他們自己內部的報道就是說，川普的決策就是幾個顧問啊。那剛剛那個大佬講說，哎，五角大廈是兵推手沒有用，我都在懷疑說五角大廈跟能源部搞不好都有跟川普講啊，就是你這樣做下去的話，後面會很危險。但川普也沒有在聽嘛。他第一個他自己很需要一場勝利，因為他的對的關稅剛被判違憲。第二個是之前都太順利了，哇，該斬首就斬首誰，如入無人之境啊，所以他認為說，也許這個狀況會一樣，但是完全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有點束手無策。比如說，到底你看有很多決策都一直反反复复哦。之前說要派護衛艦去護送油輪，然後通過海峽，然後後來又說先不要。然後像那個到底要不要釋出戰略原油？一開始的時候也是說不要，反對用釋出原油來干預這個石油的市場。結果2個小時之後又改了要願意釋出1.77億石油，戰略原油。但是現在釋出美國加上歐洲的總共要釋出4億桶，這4億桶大概就是荷姆茲海峽大概20天的量。所以戰爭在長期下去的話，可能也沒有辦法解決常有的問題。而且從這個戰略原油看得出來，完全沒做準備。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的戰略原油的儲備量大概是7億多桶。可是美國現在大概只有4億多桶，就是他根本沒準備。他如果有準備，他就把它儲存到大概可以到7億嘛，結果還是4億。所以可見從頭到尾他都不認為說伊朗有什麼反擊能力，戰事很快就會解決。可是現在就不知道怎麼辦啊。然後推出了一些經濟措施，短期也看不出什麼成效。所以剛剛其實我有看到，連《自由時報》都在這個跟大佬的想法一樣啊，說台灣應該要學。伊朗的不對稱戰爭，因為伊朗有2件事情，一個是不對稱戰爭，另外它有一個地下五廠，所以它有很多東西是儲存在那個地底下，比較難被打。自由時報就是這樣講的。你不要被騙了，你以為自由時報跟我的論點不一樣？一樣，跟我一樣。你不要被騙了，我講這個是 tongue in cheek， 你知道，洋人叫 tongue in cheek， 舌頭咬着舌頭，那臉瞎為了，對了。他是講真的，他是講真的。不了，我跟你講不管怎麼樣，川普應該看看《孫子兵法》《孫子兵法》有2句話很重要，一個就是窮寇莫追了，一個就是你圍人家要留一個缺口讓人家跑。你如果一旦把他打死打到往你死掉，他只有拼命嘛，那怎麼辦呢？事實上是真的這樣子啊。我剛才不是跟你開玩笑，如果你們真的要打我，讓我們台湾都完蛋，那我就跟你全部拼命嘛，要死一起死嘛，本來就是這樣。你總要有一條活路吧？我非常不同意你的講法。第9次的，照你的說法已經太慢了。第9次的第9次的十字軍東征，那就是基督教文明跟這個伊斯蘭文明的衝突。所以將來世界如果毀滅的話，就是基督教文明跟伊斯蘭文明的大衝突。所以一定要注意這點，尤其宗教的衝突，千萬不要繼續下去，那個仇恨是沒完沒了的。續下再回來。是中華文化。
中東巴林油廠爆炸起火被打。巴林煉油廠多慘啊！杜拜高樓無人機撞個洞，看到沒？哦，他們現在喜歡打杜拜，因為杜拜是中東那個地方哈，算是比較開放的。所以如果說那個伊斯蘭的極端的教義派、基本教義派，就覺得杜拜哦，在杜拜對女人的管也比較少，不像是有很多那種比較嚴格的伊斯蘭國家。然後杜拜呢，外國人還可以喝酒。在旅館裡面，其他國家你到伊朗去喝喝看哦。我到杜拜2次嘛，我覺得杜拜那邊算是蠻開放，而且現在很多不管東方人、西方人去買房子啊，移民過去人也蠻多的哈。所以大概伊朗就心裡想，而且還有一個機場那麼大哦，到歐洲都要經過杜拜轉機哦，就把你所以無人機去攻擊嘛哦，被打下來，然後呢掉在杜拜機场上哈。那已經有國家已經限制了，說在这個3月底以前飛機都不飛了哦，也有哈。那伊朗機場停了幾天，後來又開放啊。那你看這個大樓都被無人機打個洞，現在就無人機很便宜啊，1-2萬美金一個無人機哈，到處亂打哈。那另外呢，大陸的中東特使跟巴林的外長會面哦，這個叫翟俊啊，說呢是不是能夠防止戰火的蔓延啊？那問題是他們兩個要會伊朗才有關係啊，或是會美國啊？那美國跟伊朗如果現在打10幾天嘛，全國的運力就是運輸的力量會減5%了啊，減5%。大家不要小看5%，我常常講，你不要別說哦，我產量增加10%，這樣10%讓物價大跌，起碼50%。說我產量少10%，產量少10%也會讓你價錢大漲啊。那另外呢，伊朗再放話要把荷木斯海峽封死，所以國際油價又暴漲。前天美股很好，昨天美股又不好。只要講一句話，只要川普講一句話，或是伊朗講一句話，全世界就跟着動來動去哈。那說呢，收盤已經賬上3位數，就超過100塊了啊。那另外呢，杜拜哈，有錢人逃光光，變成一個鬼城。你可以想象，杜拜是非常非常熱鬧的哈。那計程車司機說可能都完了，為什麼？有錢人才能逃啊，沒錢人怎麼逃呢？哦，而且聽說那邊的狗哦、貓都很慘，因為他們要逃出去哈，要逃出去，要過邊境，邊境說你人可以過來，狗貓不能過來，要檢疫啊。所以現在杜拜那邊的狗啊、貓啊、流浪狗、流浪貓一大堆，很慘的啊。所以整個城市都蠻慘的。那丹麥部長懇求國民不要開車啦，沒油啦，哦。那以色列是動用了戰備儲油，很多國家都在動用戰備儲油了哈。那另外呢，川普說高油價是好事，哦，前2天是說大家忍耐一下，哦，這個把伊朗幹掉是好事，油價大家忍耐一下高。現在又說高油價是好事，為什麼呢？說呢，我美國可以賺錢，因為美國產油嘛，美國有油啊，頁岩油啊，哦，又是好事了啊。所以呢，阻止伊朗更重要，哦，把伊朗幹掉更重要哈。那川普又點名了聯準會主席鮑爾，說趕快降息吧，因為呢你油價一直漲嘛，油價一直漲就趕快降利息，降利息，老百姓受不了了哦。但是油價漲，物價就漲，物價漲更不能降利息啊。川普到底搞不懂經濟啊？他高利息就是要抑制通膨嘛，通膨的話你那個窮人很慘吶哦。那另外呢，川普想要豁免瓊斯法案。什麼叫瓊斯法案？在美國港口來的這些油輪啊、貨輪等等，都要掛美國旗，用美國產的輪。所以現在是不是連這個都不要？哪一國都可以來了，趕快運進來，貨暢其路比較重要。我們看一下。烈焰吞噬油槽，巴林機場附近的油罐設施在當地時間12日清晨遭伊朗襲擊，陷入巨大火海。波斯灣的另一個國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也不斷遇襲。杜拜的豪華公寓被無人機炸出黑洞，燒得焦黑。對於一個高度仰賴觀光的城市，杜拜政府封鎖任何戰亂引發恐慌的訊息。若批評政府，最高被罰款約852萬台幣或5年監禁。有房產的人刑責更重。以及阿拉伯的齋戒月，杜拜以鼓聲取代傳統發射禮炮，避免被誤以為飛彈來襲。الحمد لله لمصلحة الوطن ولمصلحة المواطن والمقيم وأيضا زاير فيها.
亞洲方面瘋狂搶能源，尼泊爾民眾排長隊搶領瓦斯罐，印度也在搶瓦斯，甚至因為液化石油氣短缺，餐廳改用柴火燒菜。韓國則宣布實施燃油價格上限，減輕消費者負擔。然而，伊朗警告要讓國際油價衝上$200。I would say unlikely, but we are focused on the military operation and solving a problem. I'm not going to guess on short-term trading. That's based on psychology more than flows of oil. The world is very well supplied with oil right now. 美國喊話不用怕，國際能源總署也同意釋出4億桶戰略石油儲備。2 to 4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nowhere near the 20 million barrels a day that we've lost from the market. So I think this is a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 不正发言人，这个，因为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油價問題嘛，那就作為一個我們被波及的周邊國家，我現在是比較稍微有點悲觀，因為看起來這個戰事可能不會這麼快結束。前幾天，本來整個包含說國際原油價格已經降到跌回去1桶80幾塊，然後看起來好像經濟平穩了，可是突然前天晚上，那又傳出來2架這個油輪在這個荷姆茲海峽被伊朗給炸了，所以現在這幾天又回到一個高度波動的狀態。那看起來目前短時之間之內沒有一個和緩的跡象，因為今天《華爾街日報》有篇報道說，其實周邊的一些國家大概都有去請求美軍的海軍是不是來執行這個護航油輪的任務，但是根據美國海軍不具名的官員表示，現在時機還沒有成熟，就是他們評估現在戰區風險還是太高了，因為荷姆茲海峽整個最窄的地方寬度只有20幾邁，也就是大概30公里左右，所以在這樣一個狹窄的空間，在敵方的威脅沒有完全清楚的狀況下，他們是不願意開進去的，所以那就變成說，包含川普今天也宣布說，之前這個封了俄羅斯的石油哈，說這個要貿易制裁，那現在30天也來把它解除，所以顯然以一個整個美國政府態勢來講，看起來是沒有，至少不會在1-2個禮拜之內迅速的來做一個結束，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擔憂的地方。我不覺得說美國政府存在所謂的誤判啊，因為你說伊朗這樣一個宗教的極端主義的國家，我們任何平常人想都知道，他不可能跟你善罷甘休嘛。那所以我覺得，對於美國政府來講，他現在可能着眼的也不只是伊朗這一塊，因為上次乃金姐在這邊也有提到嘛。那今天昨天晚上，美國的財政部長 Scott Bessent 他自己發社群說，這個週末他要來跟中國的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見面了。所以為什麼美國這次要處理伊朗？我覺得除了本身中東情勢之外，也牽涉到整個跟中國的，你說美中之間的貿易談判，美中之間的戰略競逐。因為這個不要講太多，但大家都記得去年是中國利用稀土卡這個美國的脖子。那畢竟中國將近40%以上的原油是經過荷姆茲海峽運輸的，所以如果美國未來是掌握了這個地方的控制權，那等於他在 leverage 上面、槓桿上面又跟中國扳回一城。可是問題是說，川普這樣下去，他能夠承受得了政治的作用力嗎？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因為我看 CNBC 前2天有一個針對美國2月份國內通膨的報道，這是2月份哦，就還沒有在這個戰爭爆發以前，其實美國國內民生的通膨已經蠻驚人的，像天然氣已經在漲了10%，那菸漲了8%，外帶食物3.9%，咖啡漲了18%，牛肉15%，生菜15%，所以這些都是一般我們講的所謂民生必須的物資，而且這個是在戰爭爆發之前，所以今天晚上美國會公布最新的個人消費物價 PCE 啦，就今天晚上台灣晚上美國會公布最新的一個通膨指數，那我相信這個數字恐怕不會太好看。那當然對美國民主黨來說，他們一直打的就是 affordability， 就是一般人的生活過不下去的這個議題，所以我覺得川普也是在跟時間賽跑，雖然他看起來是吃了秤砣鐵了心，要把伊朗的問題做一個根除，可是國內的民意壓力能夠給他這麼多時間嗎？我覺得這還要再看。續下再回來。稍微。